他说有一个叫 y prime 等于 y 平方1的负 x， 这个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就是满足我们刚刚讲的，你的这右边这一块，你可以把单独看成这边有 y 的，然后这边有 x 的函数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可以做变数分离了。好，于是它是可分离的嘛，所以我这边是 dy dx。好，我现在把 y 的放到一边来，好不好？那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开始要积分了，所以这个要积分，等号左右两边都得积分。好，所以等号左边积分 y 平方分之1的积分就是负的 y 分之1。这应该没问题啊。然后呢 ，exponential 的负 x 的积分就是负的1的负 x， 这样可以吗？然后你别忘了有一个 c 啊要加进来，或者 k 也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加上这个 c constant c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你已经做完了。那它现在只是要我们想要把它求通解而已嘛。原来这个问题是要问的是它的通解，所以这个答案就可以了。那你有时候会把它写得好看一点，那我们来看看，我如果把它写成好看一点，写成 y 等于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？上下，就是把它取导数啊，就是分子分母对调，所以这边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你这个负号也把它处理掉，所以这边叫变号，所以这样就是负的，现在变正的，正的变负的，所以这个答案就是。y 等于1的负 x 减 c 分之1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，叫做 general solution。所以你看到它没有很难，它就是想办法把变数做分开而已。好来，好，你看这个答案啊，长这个样子啊，长这个样子。各位，我问你，如果要你用观察的，用观察法 ，OK。你看看这个 ODE， 它还有没有一个什么解？你看得出来？用观察。比如说，你告诉我 y 等于什么东西，什么 x 的函数啊，然后它会满足左右两等号会成立的，这可以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解。这个也是这个问题的解。OK， 那通常在一个 ODE 里面，如果你发现它的 y， 你就是这个答案就是0啊。我们有时候称它这叫 zero solution 零解，或是更常见的看它叫做 trivial solution。trivial 的意思就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啦。OK，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实际上你这个 ODE 要你求这个解，其实它不是让你求这个答案的。这个答案是这个，通解是这个答案，这个是 y 等于0，恰巧是这个的解，那我们把它称它叫做是一个 trivial solution， 实际上 actually 它就是一个0的答案，0的答案。OK， 那因为看到一般而言我们要求通解都不会去找这种 trivial solution。那你看到这个 y 等于0，它的缝跟这个缝有没有一样？有跟这个通解的缝一样吗？通解长这个样子。那你如果可以决定 c 的话，就得到你的特解。可这个 y 等于0好像不是从这边来的 ，OK， 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异解啊 ，singular solution， 它是个 trivial solution，OK， 也是一个 singular solution for 这个 ODE，for 这个 ODE， 好来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 example，OK， 你很简单的用到变数分离就可以做了，好，那一样，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问题，它叫做
我们要解一个 initial value 的 problem，OK， 要解一个 initial value 的 problem。那这个东西跟刚刚左边的那个是不是一样？好，所以我只是单纯把这个东西额外加进来。我的目的是希望它可以帮我把 c 给求出来，求出来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刚刚在 example 3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这个的通解，叫做 y 等于y 等于这个1的负 x 减 c 了。那我现在如果可以把 initial condition 带进来，我就可以把这个 c 给决定下来决定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c 要怎么求。所以我看 y 你带1的话呢，会等于4，然后会等于什么？你这个1要带到这里面的 x， 所以是1的负1减 c。OK， 等于4，所以你会得到我们的 c 等于什么 ？OK， 这你可以求出 c 来 ，c 就是这个。所以这个就待会你要放到这里来的，所以它的特解呢，你就是要把 c 给求出来，所以你最后的特解 y of x， 就会是1的负 x 减掉 c， 所以是减，就加1/4减1的负1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的答案。就是我把这个 c 给带进来，我的这个未定的 constant 把它带进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 example 也没有特别难，也没有特别难，只是让大家练习一下你怎么带 initial condition 把你的通解变成一个特解。好，那我们看4b。一样，我求通解1加 x 平方1加 x 平方 y prime 加上2xy 任 y 等于0。这个式子看起来稍微长了一点啊。好，一样，我们来分离变数看看吧。因为你看到它好像可以有 x 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 x y 这个 y 的在这边嘛，所以你看起来是可以做分离变数。所以我把有 y 的弄到前面来，把 x 都弄到后面去，所以我的 y prime 是可以写成 dy， 是吧？那我现在这个 y 任 y 呢，我可以把它 y 任 y 写除过来。然后呢，这边是2x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刚刚这个 y prime 是 dy dx， 所以会有个 dx。可是我再把1加 x 平方除过去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是不是做到变数分离了？有没有分？有啊，就是有 x 在一边，有 y 在一边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是要解它，那叫做积分啊。这积分怎么做啊？来，玉龙，你告诉我这个积分你会怎么做？这个好了，这个等一下这个找其他人 ，OK， 这个变数变换好，都用变数变换，所以我们先看好右边这个好了，所以我可以令s 好了，等于1加 x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处理后面这个要积分，这个要积分，好，我先对 x 来处理好了 ，y 看起来有点难，好 ，s 等于1加 x 平方。好，那我就知道 ds 等于2x dx，OK， 还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下面这个式子，右边这一块不就是可以变成 ds 然后 over s 了吗？对不对？呀，好，所以这个积分我们待会应该会。好，那再换下一个，那前面那个怎么办？任 y 任 y， 我们可不可以？一样用变数变换，有吧？
你受到这个的启发，哦，原来可以用变数变换。OK， 好，我现在令 t 等于任 y， 对不对？这样是可以。然后我的底 t 就会等于 y 分之一 dy。好，所以你要把它凑回去，说发现，哎，的确，这个就是一个y 分之一 dy 就是我的底 t， 然后我的分母就是我的 t， 这样加起来就会等于0。好了，那我接着。好，那我要积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项，你 dt over t 的积分就是任的 t，OK， 加任 s 等于什么？等于0吗？不对，等于 c。你积完了，所以你要给它一个 constant 叫做 c， constant 叫做 c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你要再把0积完之后，我就可以把它再带回去了。所以我的任后面的 t 呢，就是我的任 y， 然后再加上任的 s，s 现在是1加 x 平方。好，到这边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你这个问题的通解，实际上你做到这边就可以了。OK， 各位，我如果问你说不行，你这个答案一定要把它写成 explicit 显函数的方式来表现，你要怎么办？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写成 y 等于什么东西一串，不容易哦，不容易。OK， 所以我想，实际上你做到这边，其实也就可以了，也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还要再继续做，我们是可以稍微做一点点，把这两个任合并一下，帮大家复习一下你以前在微积分学过的一些运算。好，这两个任相加，还记不记得任 a 加任 b 等于什么？任的 a 乘上 b， 还记得吗？啊，所以你这两项任相加，如果把它合并在一起，就是任的这两个相乘是任 y 乘上1加 x 平方。OK， 那我还可以两边再取指数 exponential， 再取 exponential。好，你取指数之后会变成是任 y， 然后1加 x 平方。好，这两个是相乘的关系，然后会等于什么 ？exponential 的 c。OK， 那 c 现在是一个，刚刚这个 c 到这边它就是一个未定的 constant， 所以 exponential 再跟 c 再取 exponential， 其实可以想成是另外一个 constant， 我们称它叫 k 好了，啊，它叫做 k。所以这时候我又把这个又换成另外一个 k。OK， 所以到这边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成，你的答案就是任 y 等于这个东西。OK， 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最后如果可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。所以我刚刚说你到哪里停其实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你只要最后已经把它积完了，然后变数变换已经带回去了，所以到这边停下来都可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练习的答案。